18分钟听完一本书。今天咱们听《金瓶梅》。400多年来，这本书身上死死贴着一个标签——禁书。大多数人提到它，都是心照不宣的暧昧一笑。但这恰恰是历史上最大的一次买椟还珠。因为有件事很多人不知道，这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以市井商人为绝对主角的长篇小说。在它之前，大部头都在写什么？三国写帝王之争，水浒写江湖道义，西游写神佛体制。然后突然来了这一本，主角是清河县一个开生药铺的商人。全书不谈家国天下，只写他怎么赚钱，怎么扩张，怎么用银子买来权力，再用权力去保护银子。就因为那层情色外衣，他被摁在文学史的角落里将近500年。但你去看看那些真正的高手评价，鲁迅评他尽其情伟，张爱玲把他当作读一辈子的3本书之一。他们读出来的不是情色，而是明代社会极其冷酷的商业运转逻辑。西门庆从一个生药铺老板起家，用短短10几年建起了一套覆盖医药、典当、纺织、房地产和官场人脉的庞大商业帝国。他33岁纵欲暴毙，但在临死咽气的那一刻，他嘴里念叨的不是那些莺莺燕燕的名字，而是账。谁欠他多少钱，那批货压在谁手里。一个人临死前的最后一句话，就是他这辈子最真实的底层逻辑。西门庆的底层逻辑只有账本。今天我们不谈风月，我们跟着鲁迅和张爱玲，把西门庆这套货币化理论一层一层拆开来看。先把一件事搞清楚，西门庆到底是什么出身。书中第2回正式介绍他，叫他清河县一个破落户财主。破落户就是家道中落，他爹那一代还凑合，到他这代已经往下走了。他靠什么翻身？靠一个生药铺。原文写得非常清楚，家中大小事务都是他一人主张，开着个生药铺。注意这个细节，一个人主张一个铺子，这是他的绝对起点。不是富二代，不是赘婿，没有家族资源托底，全靠自己盘着一个实体店。书里第1回有句总论：单道世上人营营逐逐，急急巴巴，跳不出7情6欲关头，打不破酒色财气圈子。很多人把这当成道德劝诫，但在西门庆眼里，这是最真实的商业环境。他不仅没有打破这个圈子，反而把凡人的酒色财气变成了他撬动资源的社交货币。你在今天任何一个县城都能找到西门庆这种人的原型。他开着一家药房，或者做着本地的5金建材。他不是当地首富，但他总能第一时间知道哪块地段要开发，哪个铺面要转让，甚至清楚地知道哪个部门领导和哪个承包商在同一张桌子上喝过酒。他不像那些天天把大词挂在嘴边的人，他平时不怎么显山露水，但每年账上的数字就是在像野草一样疯长。这根本不是什么权贵的传奇故事，这是一个嗅觉极其敏锐的市井商人，从一个街边铺子出发，用现金流撬动信息差，再用信息差完成资产兼并的原始积累。你现在回头看，你不仅认识他，你可能每天都在他的系统里打转。好，接着说，西门庆的商业版图里有一个极其特殊的人，叫应伯爵，整天出入西门府，蹭吃蹭喝，捧哏说笑话，是个十足的游手好闲之人。你第一反应是什么？这种人有什么用？混吃混喝的废物一个。如果你这么想，那你就完全没看懂明代商业社会的潜规则。西门庆的饭局上从来不养闲人。第33回，西门庆要开绒线铺，缺货源，谁牵的线？是应伯爵。原文是这么写的：应二哥说他有一相识，姓韩，原是绒线行，如今没本钱。他认识一个懂行但没本钱的韩伙计，被应伯爵在酒桌上随口一签，双方各做成一笔大生意。同一回，西门庆要买500两的丝线，敢直接把价格压到450两。这50两的议价空间哪来的？是应伯爵提前透了底，对方急需变现，底牌在哪儿？你看懂了吗？
这在现代商业里叫内幕交易与信息差套利。应伯爵这个人，他不生产任何商品，也不持有任何重资产，但他是一个极其敏锐的活体信息路由器。他认识谁，谁缺资金，谁急着脱手，他用这些独家信息换取了西门庆饭局上的入场券，以及每一次交易里的抽水。这种做撮合经济的人，永远坐在饭局的中间，不干实事，但他总能用一句话把两个需求对上，然后让两边都欠他一个人情。你觉得他是在混日子，但实际上他在做一件极其精密的事，维护自己的信息流动性，让自己成为各种交易的必经节点。西门庆当然看透了这一点，所以他好吃好喝的养着应伯爵，根本不是因为什么兄弟情谊，而是因为他的商业系统需要这个外包接口，把情感和功能彻底剥离，这是西门庆刻在骨子里的本能。聊完信息节点，我们来看看西门庆的钱是怎么花的。第30回，西门庆得到一个消息，他家祖坟边上赵寡妇的庄子要卖，开价300两。他的反应是什么？马上压价。原文：咱家坟隔壁赵寡妇家庄子儿连地要卖，价银300两，我只还他250两银子。300两的东西，他还价250。然后他的打算是什么？原文12个字：若买成这庄子，展开合为一处。买下来，把中间的墙推了，跟自家的地合并。这不是土豪买房，这是专业的资产整合，把两块分散的不连续的土地变成一个整体的资产。分开卖，各值各的钱，一旦打通合并，用途倍增，地价直接翻倍。同一时期，他在狮子街看到一个空闲铺面，原文说：打开门面2间，倒好收拾开个绒线铺子，搭个伙计。他买铺面不是为了收租，他是在开辟一个新的现金流入口。你现在退后半步，看看他建起来的整个资产结构。生药铺是他的基本盘，典当行是他的现金泵，绒线铺是他的扩张触角，土地庄园是他的底层重资产，而官场关系是他这套系统的风险护盾。每一块看起来是独立的生意，但拼在一起就是一个严丝合缝的闭环。现金从生药铺流向典当行，典当行的利息卷进土地，土地撬动更大的信用，信用再去垄断更好的货源。每一分钱都在一个闭环里滚，化作了养料，滋养了整个系统。这套逻辑在今天依然是最顶级的商业算法。你开一家餐馆站稳了，隔壁铺面一转让，你盘下来不仅是为了多摆几张桌子，更是为了体量。体量到了，你对上游供应商就有定价权，跟房东谈判的底气也不一样，这叫规模壁垒。西门庆在明代就把这套逻辑跑通了，而他可没有上过任何商学院。好，我们再回头看那笔丝线生意。西门庆看着门外500两的丝线，直接报出一个数，450两。原文写得很绝，我只许他450两银子。他没有犹豫，没有试探，没有再商量商量，就是直接把这个数砸在桌面上，等对方接。这凭空砍掉的50两，根本不是磨嘴皮子砍下来的，是用信息差换来的。普通人砍价是觉得贵了，试着问能不能少点，不知道对方的底线在哪，那叫盲赌。但西门庆的还价，是因为他已经通过应伯爵提前摸清了对方急于变现的资金缺口。他给出的是一个精准卡在对方底线之上，刚刚好能促成交易的数字。他不是在赌博，他是在定价。这就是消费者思维与商人思维的根本区别。消费者砍价，砍的是自己的预算空间，而商人定价，定的是对方的处境。那个卖丝线的人接了这个价，绝不是因为他好说话，而是他在心里算了一笔账。如果不卖，这批货不仅占着仓库，还会面临资金链断裂的风险。450两笔存在仓库里核算，能立刻换来救命的现金流。西门庆早就替他算完了这笔账，然后扔出了这个价格。对方根本没有谈判的余地，
只有接或死两个选项，所以单纯的讨价还价只是体力活，掌握对方的变现压力才是真正的议价权。这两件事差着整整一个维度。你现在可以停下来想想，你上一次跟人谈价格的时候，你知道对方的真实处境吗？还是说你只是单纯的觉得应该再少一点？薪资谈判更是如此，你以为谈的是你的能力值多少钱，实际上谈的是对方有多急着要你。知道对方的招聘 deadline 和备选池大小，比你去看行业报告值钱的多。议价权从来不来自你有多好，来自对方有多急。但是我要说但是了，如果你用这种手段把资产的雪球滚到足够大时，必然会面临一个更致命的现实，你不可避免的会成为更高阶捕食者眼里的猎物。如果没有保护伞，庞大的财富随时会被系统吃掉。于是我们看到了西门庆商业闭环的最后一步，也是最重磅的一项资产——权力杠杆。书里，西门庆砸下重金向蔡太师买了一个官职，山东提刑所理刑副千户。这个职位他不仅有兵权，更有司法裁判权。西门庆要这个头衔，不是为了摆排场，不是为了让人叫他大人，在他的商业帝国里，这是一个非常具体的工具。有了这个身份，他名下的生意就穿上了一层防弹衣。商业纠纷、账款追收、货物通行、竞争对手的打压，遇到任何需要官方定性的场合，这个身份就是一块无坚不摧的铁板。更关键的是，他跨入了一个特权层级，在这个层级里，所有模糊的规则都会往对他有利的方向解释。在一个规则不够透明的市场里，降低交易风险最好的方式，从来不是把合同写得多严密，而是让自己成为规则的一部分。一旦你进了制定规则的圈层，那些挡住别人的墙，对你来说就是门。这不仅是几百年前的历史，更是今天的现实。在生意场上，为啥得结交一些体制内的人？不是为了腐败，而是为了出现灰色地带时，有人愿意帮你往有利的方向解释。你的生意和系统建立了关系，摩擦力就变小了。大生意人都明白这件事，小生意人往往觉得我只要老老实实做生意就行，然后在某次遭遇灰色地带的时候付出倾家荡产的代价。西门庆用银子砸出来的这个理刑千户，本质上是他给整个商业系统买的一份保险。保费是几百两打点的银子，而保额是他名下全部资产的风险敞口。他比今天绝大多数的生意人早500年看透了这件事。但这就能高枕无忧了吗？并没有。这份算无一策的保险最终还是失效了，因为西门庆算对了系统里所有的变量，却算漏了最致命的一个耗材——他自己。我们最后来说说他的死。西门庆死于33岁，正值壮年。书里写的是纵欲过度，精尽人亡。各位，感受一下这事儿有多荒诞。一个能把人情世故彻底货币化的人，一个能对信息差进行精准定价的人，一个懂得用银子买权力，再用权力做护城河的人，在所有外部变量的管理上，他是一台精密运转的机器。然后他死在了从没去管理过的事情上，他自己的欲望。他把整个外部世界都算清楚了，系统化了，但他对自己的身体、对欲望的消耗，他从来没有算过这笔账。现在有个词叫多巴胺陷阱，放到400年前叫什么？叫酒色财气。书里第一回写得明白，指这酒色财气4件中，唯有财色二者更为厉害。财和色，西门庆两样都沾，而且两样都沾到了极致。财他管住了，甚至是炉火纯青；色他失控了。最让人发凉的是他咽气前的那一幕，嘴里念叨的不是妻妾的名字，不是对后代的嘱咐，是账。谁欠了他多少钱，哪个铺面该怎么交接，哪笔生意还没了结。不是他没有感情，而是这个人已经把自己的整个生命彻底化成了一本账，连临死前最后1秒的算力都在处理账。那么他死后
留下的庞大家业怎么样了？书里第一回有一句话，是整本书藏得最深的一句预言：一朝马死黄金尽，轻者如同陌路人。西门庆一死，那些天天在他府上的帮闲，转头就去投奔了下一个金主，继续吃吃喝喝。妻妾各自卷铺盖走人，官场上的权力通道瞬间切断。没过几年，整个商业帝国灰飞烟灭。很多人说这叫树倒猢狲散，说他们忘恩负义。错，这根本不是道德问题，这是系统结构的必然结果。那些所谓的人脉和感情，只是他资源状态的回声。你有资源，回声就在；你宕机了，回声立刻消失。西门庆构建了一台庞大的赚钱机器，但他是这台机器里唯一不可替代的节点。整个系统的运转，全靠他一个人在中间连接着所有东西，一个靠单一节点驱动的庞大网络。节点一断，网络瞬间解体。它是这个商业帝国里唯一的单点故障。今天的创业圈每天都在重复这个剧本：一个天才创始人，客户关系、核心供应链、融资通道全攥在他一个人手里。公司估值吹上天，他一倒，一夜归零。不是模式不行，不是市场不在，是整个系统就没做过去创始人化的设计。然后他33岁挂掉，他的帝国直接跟着他挂了。一直到咽气的最后一秒，他脑子里装的依然是账本。他以为自己赢了所有，却唯独输给了自己的欲望。这不是悲剧，这是这套逻辑走到头的自然结果。《金瓶梅》这部小说，从禁书到奇书，再到所谓的文学经典，名字换来换去，但那个情色的标签始终贴在最外面。当我们撕开这层糖衣往里看，你会发现西门庆做的事情和今天那些在名利场里的玩家没有任何本质区别。他也是从一个街边铺子算计着现金怎么流转，关系怎么变现，风险怎么对冲。他只是比大多数人更早看透了这套规则，也更冷血地执行了算法。所以这根本不是什么风月禁书，它是中国商业史上最残酷也最真实的一份破产清算报告。西门庆用他短暂的33年证明了一个冰冷的真相：当你把一切都货币化之后，最后那张筹码就是你自己。咱们下本书见。